度違背承諾偷賣稀土給美國，後果很嚴重。上面這個女子可能是印度在中國最知名的主持人，由於每次報道和中國有關的新聞時，她總情緒激動，帶着一股酸溜溜的味道，所以被國內的網友親切稱為甲亢姐。本月初，甲亢姐就因為印度得不到稀土抱怨了一番，說我們限制稀土出口，制约了他們電動車的發展速度。且不说印度電動車究竟到了什麼水平，單以印度的工業能力，他們真的需要用到稀土這種高精尖的原材料嗎？前2天，這個謎底被揭開了，原來印度進口稀土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用，而是倒賣給第三方，賺取中間的差價。據江蘇新聞報報道，印度在向我們申請進口稀土時，偽造了30多份承諾書，違背了所採購的稀土僅用於電動車等民用物資生產的承諾，不但偷偷用在了軍用無人機上，還倒賣了一部分給美國的軍工企業。殊不知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我們有稀土全鏈條跟蹤系統，很快發现了印度人的违法行為，立刻叫停了出口。据印度一家车企的工程师透露，目前他們公司儲存的稀土仅剩1.2噸，勉强夠10天使用。不仅他們，全印度63%的车企也面臨着停產的風險。屆時生產線上一輛輛嶄新的汽車將徹底淪為金屬骨架，這時他們才慌了，求我們務必高抬貴手，盡快恢復供應。請問印度人，當你們一邊数着大把美元，一邊稱中方不可信賴時，想过今天嚴重的後果嗎？這種念完經罵和尚的行為，是一個號稱全球第4大經濟體該做的事兒嗎？印度人簡直將偷奸耍滑、寡廉鮮恥8個字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稀土開採與分離技術是我們的先輩用50年的奮鬥才摸索出來的。既然印度人這麼信任美爹，寧願冒着被終身禁錮的風險也要倒賣，那麼就請你們自己花幾十年的時間去掌握完整的稀土技術吧。等你們真能生產時，自然可以隨意銷售，不過要抓緊時間哦，因為你們的車企只有10天的庫存了，不知道他們扛不扛得住。或許可以讓甲亢姐在電視上再多算一算，多撒一點小謊，這樣說不定稀土會從天上掉下來，拯救印度的制造業。長期以來，歐美媒體一直在宣傳中國的稀土技術沒有什麼了不起，西方是因為不想污染環境才不搞的。如果西方想搞，分分鐘搞出來。事實真的如此嗎？來聽聽美國專家是怎麼說的吧。今年4月，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，在會上，關鍵礦產研究中心主任介紹說，所謂稀土一共由17種礦產組成，分為輕稀土和重稀土2大類，其中輕稀土外國還能生產一點，關鍵是重稀土幾乎100%由中國制造，美國沒有任何能力在本土加工生產。過去5年，雖然美國已經在重稀土研發上投入了不少錢，但是目前遇到無法突破的技術瓶頸，整個工程處於起步階段。該主任進一步解釋說，很多人認為在美國本土生產稀土是一個資金問題，只要錢給夠了就能搞出來，但是這完全是一個技術問題，用錢買不來的。我們只知道中国用一種叫溶剂萃取的技術，除此之外对技術的細節一無所知。不但美國不知道，澳大利亞、加拿大、日本也不知道，發達國家都不知道，印度人能知道嗎？他们知道個錘子。經常有粉絲在後台留言問我們為什麼印度人做事如此抽象，我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，但凡活得通透一點的印度人全跑了，他們在歐美國家發展得很好，最高做到過英國的首相、美國的總統候選人和硅谷高科技公司的一把手，證明印度高端人才確實厲害。沒本事的人則留在了印度本土，這部分人能力低、認知低、效率低，導致他們在做事時非常自大，總愛耍一些小聰明，以為別人看不出來，其實真正的聰明人只是看破不說破而已。因此印度的抽象某種程度上是其社會精英外流的後遺症，明白人聰明人全走了，留下一群烏合之眾在矮子裡拔將軍，這種惡性循環已經把印度的發展鎖死了。所以印度人的當務之急是認清自己的國際地位，謙遜的把海外精英邀請回國發展，並且改善周邊關係，爭取資金與技術。單靠這些偷奸耍滑、夜郎自大的本地人，再給他們100年恐怕也發展不起來。